约见过姨母啊，母亲，您怎么来了呀？那个母亲，您别误会啊，是这么回事的。表姐这2天心情不好，我就过来陪表姐说2句话。而且我刚来，不信您问问他们都能帮我作证的。解释什么啊？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。我不是撮合你们俩成亲了吗？别说还穿着衣服，现在就是脱光滚在床单上，我都会帮你们拍手叫好。慕容麻雀，你别得寸进尺！你说谁脱光了滚在床单？你这么公然污蔑夫君，是有违女德。看出来世子书读的不怎么样了，连语法都不懂。我刚刚说的是，别说还穿着衣服，现在就是脱光滚在床单上，我都会帮你们拍手叫好。我这用的是假设，修辞手法。行了，你们俩都少说几句。子言，你先去忙，为娘找聂约有些私事。娘，您有什么私事吗？怎么，为娘必须事事都报告给你？不是的，母亲息怒，娘您别生气嘛。娘您什么都不用告诉儿子，儿子的私事都告诉您，儿子不和您藏秘密。你这混小子，不给为娘省心。算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回头为娘再跟你说。好，是，娘您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去天上摘星星都行。但娘啊，您可别生气啊，气大伤身了呀。好，娘不生气，你先回去吧。是，娘。阿雀，我们进去吧。是，夫人。房间里，小姐别伤心了，夫人会为您做主的。夫人素来是最疼小姐的。是啊，而且少夫人应该也没什么恶意。听说少夫人从小长在别院，也没听说读书，说话可能就这么粗俗。哦，不对，是直爽。对呀，少夫人肯定不是故意羞辱小姐的，毕竟小姐是夫人的外甥女。少夫人如果羞辱小姐，不就相当于羞辱夫人吗？夫人，他们说的是啊，您快哄哄唐姑娘吧，毕竟唐姑娘是刻意挑着这时候来陪您的，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你们几个都下去吧。是。念约，你先别哭了，先回答姨母几个问题。是，姨母问你，你确定要嫁给子言吗？这个问题虽然之前问过，但我想在最后确认一次。念约，听姨母的。你别听我的，如果不是亲戚，自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没得商量。但你是姨母从小看到大的孩子，姨母还是希望你能幸福。唐念约低着头小声道，但这种事情念约怎么好意思说？沈夫人不是把丫鬟都遣出去了，现在房间里的都是自己人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莫不是给自己留后路？瞎子算命两头堵，算是让你学明白了。我怎么？我咄咄逼人？确实是逼人，但我也是被逼的。谁让大婚日和公鸡拜堂，夫君被一个表姐叫过去参加生日宴呢？啊，对了，表姐这么兴师动众，大白天办生日宴，莫不是88高寿吧？这可是大事儿。您老若是早说，这堂我也不拜了，直接和夫君一同参加表姐大寿，不是公鸡代替世子吗？也找个母鸡代替我们两口子给您拜寿，让公鸡母鸡拜堂，这才登对。夫人，您继续。当然，如果您觉得很难开口，我帮您说，谁让我是您的好儿媳呢？脏活累活可着我来。好，你说吧。唐姑娘，你别瞻前顾后的，你这么聪明，肯定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，要么稳稳当当，要么承担风险挑战，不可能前面让你挑战，后面有人给你兜底。我说的这么明白，你应该能听懂了吧？少夫人，在您大婚日办生辰宴是我的不对，但我当时是有原因的。当时停，别和我扯什么原因，无论什么原因，我都和公鸡拜堂，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我就问你，到底要不要嫁沈子言？哎呀，人家唐姑娘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，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呢？哭得这么惨，就说明不想嫁呗。齐嬷嬷，劳烦你立刻找人把唐姑娘送回家，多派一些人手，半路别出什么差错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不行，我要嫁世子。这个唐念约怎么出尔反尔，就不能赶紧滚，留下世子和少夫人好好过日子吗？你确定？哦，那可能是我听错了吧，让你准备送唐姑娘走吧。我不是说了我要嫁世子吗？谁让你忽然好一嗓子低头就哭的？你以为人人耳朵都灵敏？我耳朵不好使，你再说3遍吧，慢一点，说3遍后就可以留下。什么？就说我要嫁世子，慢点说，连续说3遍，你说了我才信。你
太过分了！他让你说你就说，还能掉一块肉下去？姨母，母亲说的果然没错，姨母看似善良，实际上不是个好东西。我要嫁世子，我要嫁世子，我要嫁世子！好的，既然这样，把夫人给你准备的头面和裙子还回来吧。沈夫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大胆贱婢！侯府夫人也是你能质问的。看你第一次犯，再有一次，别怪嬷嬷我大巴掌伺候。齐嬷嬷，奴婢错了，奴婢知错。以后你跟齐嬷嬷学着点儿。是，小姐，如果一会儿齐嬷嬷真的动手，就由奴婢来代劳。这种粗活还是适合奴婢，奴婢力气大。算了吧，我怕你把人直接抽死。唐念约的左膀右臂尽废，只能自己出马。他眼底闪过一丝阴险，之后几步走到慕容朱雀的面前，扑通就跪下。慕容朱雀二话不说，扑通也跪了。唐姑娘想说什么，尽管说吧。用跪地来道德绑架，哈哈，门儿都没有，至今没碰见能成功绑架我的人。你什么？别怕，慢慢说，我帮你做主。就算我之前得罪过少夫人，自信点，把就算2个字去掉。继续说吧。好，我得罪了少夫人，少夫人就要这么羞辱我？我没有羞辱你啊，你怕是误会了。这次宫宴不是什么大团圆吃吃喝喝，而是皇后娘娘让太子见见京中闺秀。你一个定了夫家的，打扮那么漂亮干什么？既然有了未婚夫，就安分守己一点，这也是妇道人家的本分，不是？你别含血喷人！你凭什么说我不安分守己？我没说你不安分守己啊，但瓜田李下的道理你应该知道。咱们未来婆婆还在呢，你打扮得像个花蝴蝶一样，和人家未婚小姑娘争奇斗艳，这不合适。我不穿衣服就合适了。你这不是抬杠吗？我只是让你穿得朴素一点，你就扯没穿衣服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不和你浪费口舌了。榴莲，搜所有好看的衣服、好看的首饰都找出来。是，小姐。朱榴莲唇角勾起一抹坏笑，冲向床旁的柜子处。住手！不许动小姐的东西！朱榴莲捏住春花的手腕，之后用力一扔，便将春花整个人扔到了门口，一声惨叫。哎呦，抱歉了，春花姑娘，奴婢干农活出身，力气大了点，不小心就把你扔出去了。所以说，姑娘家就得学点武功，榴莲好样的，等回头再给你请名师指导武艺。夫人，奴婢去帮榴莲姑娘吧。侯府的屋子，奴婢守。这果然什么样的儿子什么样的娘，母子2人都没脑子。听见了吧？你还想跪吗？你若是跪，我就陪着你。不过事先说好啊，我可不像你身子骨娇贵，我跪1个时辰没问题，你跪1个时辰，膝盖伤不伤可未必，别到时候不能走路3天也养不好。但我随着姨母入宫，也是侯府的脸面，我那么简陋，若外人误会姨母怠慢亲戚，有损姨母的名声。京城人最在乎名声，这回看那贱人怎么说。那简单，不让你参加宫宴不就行了？凭什么？慕容麻雀，你别欺人太甚！你竟敢私扣我的财物，我去报官！这些东西夫人只是暂时帮你保管，等回来都还给你。夫人是你亲姨母，更是堂堂昌宁侯府夫人，能看上你这点小玩意儿？阿雀说的没错，你若是想入宫参加晚宴，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，别有那些花花心思。如果坚持要回这些东西，那一会儿本夫人就送你回去，本夫人会写信给姐姐解释清楚。姨母别生气，念约不是那个意思，那就劳烦姨母帮念约保管了。这几天你别出侯府，好生休息吧。说完，沈夫人便转身出了房门，齐嬷嬷以及慕容朱雀主仆自然跟随。慕容麻雀，这仇我记下，以后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我们不共戴天。春花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的后背好疼啊！你去把世子叫来，你别起来，继续趴着。一会儿世子过来，你给我狠狠的惨叫，越惨越好。小姐放心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惨叫。1个时辰之后，紧闭的百鸟院院门被人从外一脚踢开。小姐，世子来了，会不会找您麻烦？这不是废话吗？你出去把齐嬷嬷叫来，越快越好。咱们需要一个公证人。不行，奴婢怕他伤你，奴婢得留下。不会的，侯爷顶天立地，侯爷的儿子也不会太差，总不会打女人的。朱榴莲见小姐坚持，只能听命离开。说，是不是你伤了表姐？没有啊，当时沈夫人和齐嬷嬷都在，我能当着人家姨母的面儿伤人家外甥女吗？放屁！你趁拽她的时机伤了她的手臂，你敢做不敢认？闹了半天原来是这个，这小表表还真不肯吃亏。
世子，你没有看到刚刚那场面？你表姐好像得了贵病，见人就跪，可吓死人了。先是冲到我面前给我跪，我吓了一跳，急忙给她跪。她见不能用跪来威胁我，就跑去跪着威胁沈夫人。沈夫人吓得是花容失色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沈夫人年纪大了，受不得刺激，还是可着我来吧。所以就把你表姐拽了过来。哎，我可没有故意伤害她哟。当时你娘在场，不信你问你娘。你还在狡辩？我狡辩什么了？我一再强调，沈夫人和齐嬷嬷都在，你不信就问问他们嘛。慕容麻雀，你真把别人当傻子？你利用拽人趁机下黑手，你不会以为全天下就是你一个人聪明吧？哟，还真看懂了。如此说来，世子很聪明咯。既然那么聪明，刚刚我说了，你表姐到处跪，利用下跪来道德绑架人、威胁人，你怎么听不懂？世子怎么时而聪明，时而糊涂呢？难道是有选择性的聪明，只在自己想聪明的地方聪明？男人都是这样的吗？无论在府外如何运筹帷幄，只要回了后院，见到后院几个骚女人，就自动摘除大脑，开始被女人们耍得团团转。哼，本世子聪不聪明关你什么事儿？我就问你，你是不是故意伤了表姐？对啊，我就是下黑手。怎么着？他能一再陷害我，我就掐了他一把，他就不乐意了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道理。唐念约不知道，读没读过书，而且你来找我能怎么样？你还敢打我？呵呵，你若是打我，侯爷可不放过你。就你那窝囊废的德行，算了吧。你看我不打死你！却见女子如断了线的风筝，直接被拍飞，喷出了一口鲜血。大胆孽子，老夫还没死呢，你就敢无法无天！父亲，我刚刚不是有意的，他故意激怒我。还没等沈世子说完，就结结实实的挨了昌宁侯一掌，也吐出了一口鲜血。侯爷不要啊！子爷是你唯一的儿子。唯一的儿子，就这种纨绔，不要也罢。还有他现在这个德行，全是你的功劳。死母多败儿，老夫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娶你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不是说侯爷顶天立地，世子是侯爷的儿子，不会打人的吗？乖乖，好容易勾引沈子言打我，误了血就这么擦掉，还怎么演呢？小姐，奴婢发誓一定要好好练武，奴婢绝不让小姐再挨欺负了。扶我起来，侯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原本我想的是努力撮合世子和唐姑娘，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唐姑娘劝世子努力上进，世子一定会努力，然后我和离。但我现在等不了了，再这么等下去，我可能要被打死了。儿媳妇儿，你放心，老夫答应你和离，就一定会帮你和离。只是你们才成婚1个月，现在和离只怕不妥呀。好，那能立字据吗？如果侯爷立下字据，同意儿媳5个月后和离，今日之事，儿媳绝不声张，只当没发生过。好，来人，区执笔。还有，不仅侯爷需要签字，夫人以及世子，你们每个人都要签字，这样我才相信。好，签字，本夫人签字。你别说话了，别吐血了。齐嬷嬷，快去找大夫，找信得过的。是，夫人。小姐，这文书谁来写？老夫来写。很快，一封承诺婚后半年第一时间和离的放妻书草稿写了出来，昌宁侯签了字。看什么看？你这孽子还不过来签字？四爷，念约他不像你想的那么单纯，阿雀也没你想的那么不堪。阿雀脾气不好，但人却是好的。娘，表姐可是您从小看到大的，在慕容麻雀来我们家之前，您可从没说过表姐半个不字啊。娘，您想没想过，10几年未变的态度一朝变化，到底是表姐变了，还是您变了，或者说是您着了谁的道了？这人咋这么窝囊呢？有什么可拐弯抹角的？如果是我，早就指着鼻子说了。不是，原本为娘不想告诉你的，是有人听见念约的2个丫鬟聊天，说他们来我们侯府的目的不是陪我，而是为了让我带他们入宫，借机结识太子，成为太子妃。哼，
结识太子，做太子妃，这种编得离谱的鬼话您也信啊？太子妃那是想当就当的。哼，说吧，是谁听见丫鬟谈话的？如果儿子没猜错的话，搞不好是百鸟院的人吧？是李嬷嬷。李嬷嬷？真的吗？不是，为什么李嬷嬷没有告诉我呀？因为她说了你也不会信，而且以你冲动的性格，搞不好直接去问，那样多尴尬。更何况就算念约真那么打算，我们又能怎么办？你能放弃他吗？知子莫若母吾，为娘知道你放不下他，所以干脆就没告诉你。就如阿雀所说，念约喜欢谁不重要，只要让她嫁给你，让你高兴了就行。沈子言一愣，目光惊愕地看向慕容朱雀。别用那种感激的目光看我，我可不是为你好。孙大夫，快看看我们少夫人，少夫人伤得很重。不用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受伤怎么能不看病呢？没事，我是命贱的麻雀，给金贵的世子看病吧。榴莲，扶我回房。是，小姐。朱榴莲流着眼泪，扶着小姐慢慢回了房间。都怪奴婢，奴婢就不应该走。省省吧，你看不出这是我做的套吗？别娘们唧唧的，只要能达成目标，挨一下子能怎么着？小姐，外面那些人就这么晾着啊？你说的没错，就晾着。想被人礼待，也得自省下德行。至于昌宁侯，也不无辜，娶媳妇儿的时候不擦亮眼睛，生完孩子也不管不顾，该。小姐，他们好像走了。小姐，奴婢能进去看看您的伤势吗？奴婢好担心。笑一下还是很疼的，进来呗，都是女的，害什么羞？朱榴莲钻进帷帐内，可还欠刀的，奴婢去和沈公瑾拼命。停，我现在行动不便，别逼我拉你。和你说多少遍了，只要达成目的，挨一下是值的。按你这么说，目标我还得达成，代价却不想付出，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？你切记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小心遇到杀猪盘。是，小姐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时间去和李公子说一声，就说我最近忙。晚宴之前我就不见瑞王了，但别说我受伤。是，小姐。等等，小姐您说，你这就去千瑞院吧，让瑞王再给我准备3件衣服，一件纯白，一件纯黑，一件纯蓝，不能有任何花纹，越素越好。千瑞院。王爷，我家小姐这几日有些忙，所以在皇家晚宴之前不能再见您了。朱榴莲，你给本王说实话。王爷，小姐还说她再要3件衣服。瑞王一愣，什么衣服？小姐要纯白色1件，纯黑色1件，纯蓝色1件，一共3件衣服，还说越素越好。云池，速度去办。是，王爷。刚刚吓死我了，我以为王爷生气了。你没看错，王爷确实是生气了。其实王爷的脾气啊是很好的，最起码受伤之前，在我的记忆里就没见王爷发过几次脾气。王爷不仅仅待人和善，而且还乐于助人。府里的下人谁没有被王爷关照过？即便是府外的，只要有百姓来求助，王爷也是乐意帮忙的。我知道，我从前在黑伢子那儿就听过王爷的善名。其实现在王爷的脾气也很好，虽然讲有的时候吼2句吧，那都是吓唬人的。除了慕容姑娘的事儿，只要涉及到慕容姑娘，王爷就和发了疯似的。所以啊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放心吧，李公子，王爷对小姐上心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也放心，只要有机会，我一定帮王爷美颜。行，你回去吧，我也要通知我爹了，给慕容小姐准备衣服了。朱姑娘，你可有所不知啊，别看王爷给慕容小姐准备的衣服看似简单，但其实啊，每件价格都不菲。那个料子别有乾坤，只有拿到太阳底下才能看见不同。什么不同？里面呢，用了一种很独特的蚕丝，在阳光下面闪闪发光呢。会不会很贵啊？当然了，便宜的东西王爷怎么会送到慕容姑娘面前呢？小姐你醒了，您怎么样？疼不疼？还行，没你想象的那么疼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刚到酉时。我交代你的事儿办了吗？办完了，李公子已经让李管事准备衣服去了。那就行，我可以安安心心躺2天。多亏小姐提前让瑞王准备，否则如果只有1天，王爷怕是准备不出呢。哦，怎么说？王爷为小姐准备的衣服看似普通，实际上另有乾坤。那些料子里面都用了一种能发光的线，只要在阳光下就能绽放光彩，价格极其昂贵呢。榴莲，你再去帮我跑一趟，和瑞王说不用准备那种别出心裁的面料，
普通衣服就行，别浪费银子。不是，按照正常逻辑，小姐听说瑞王有心，不是应该感动吗？为什么小姐脸上没有丝毫感动的痕迹，还不让瑞王准备？小姐，您生气了？没有啊，我生什么气啊？我倒不是怕他花钱，是我觉得花钱得花的有价值。如果这东西我喜欢，他花多少银子都无所谓，但我不喜欢，他又花那么多银子，不是浪费是什么？小姐说的有道理，但就这么不让王爷准备，王爷会不会不高兴啊？你说的也对，罢了，就这样吧。小姐，你饿了吗？奴婢熬了黑米红枣枸杞粥，厨房的人说这种粥能生血。行，端来吧。是，小姐您等等。